大家想象一下，你今天只是离开家出门散步，就只是很日常的散步哦。对，结果这趟所谓的散步一走竟然就是整整27年。这真的不是什么好莱坞末日电影的情节哦，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疯狂事件。没错，这个人当时只带着一张纸本地图，还有区的$500就直接出发了。而且他还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根本是偏执狂等级的铁律，就是绝对不使用任何交通工具，每走到家绝不回头。大家知道他要跨越的距离有多远吗？是惊人的58000公里耶！58000公里，这真的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如果你知道这套旅程会让你被关进巴拿马的监狱，然后在极地冰层上还要跟北极熊对峙，甚至被俄罗斯下达长达5年的入境禁令，你还会踏出第一步吗？说真的，这完全是一个极度考验人类精神与肉体极限的荒谬情境。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要把这叠超厚的探险日志、新闻报道，还有他一路上写的亲笔笔记，全部拿来彻底拆解。没错，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带大家看懂这场被全球媒体称为歌利亚探险的惊人创举，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疯狂与坚持。其实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当我们深入看这些资料后，就会发现，这绝对不仅仅是一场单纯挑战生存技巧的荒野求生而已。它更像是一场社会实验，对吧？对，它更像是一场长达近30年的终极社会学实验。透过他的双脚，我们可以说见证了21世纪地缘政治的剧烈变迁，还有那种荒谬至极的签证官僚主义。当然，还有我们人类在面对极度孤独跟绝望时展现出来的韧性。好，那我们来好好梳理一下事件的起点。大家先把时间倒转回1998年11月1日，当时这位29岁的前英国伞兵从南美洲智利最南端的蓬塔阿雷纳斯出发，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走回他的家乡英国的赫尔。可是大家要知道，1998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 Google Maps， 也没有智慧型手机可以随时定位哦。对，他唯一的导航系统就是一张烂掉的纸本地图，加上手里的一个指南针。这其实超级可怕哎！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在南美的丛林里面稍微走偏了1度，几天之后你可能就会偏离目标几十公里，甚至完全迷失在荒野里面等死。没错，但他就是靠着这些最原始的工具，推着一台自制的那种装备推车，就这样硬生生上路了。而且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给自己设定了2个极度严格的规则。第一，全程必须是未中断的足迹，也就是说只能靠双脚行走或者是游泳。就是完全不能借助任何车辆、火车、船只，甚至连脚踏车都不行哦。对，连脚踏车都不行。然后第二，在走到家门口之前，绝对不准回家，这等于是把自己流放了嘛？真的是流放。我其实真的很难理解，一般人就算遇到中年危机或者打赌输了，顶多就是去买台重机或者报名跑个马拉松什么的。他花27年把自己流放，这根本是自虐吧？难道他有什么必须逃避的东西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点出一个非常关键的盲点，这就必须谈到他的生长背景和他的心理防线了。资料上有写吗？有的，资料显示，他其实在英国陆军的伞兵团服役了11年，但更深层的因素其实是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怎么了吗？他父亲在军队待了24年，而且是那种极度精英的特种部队成员。他在后来出的回忆录里面非常坦白地说，自己从小就一直活在父亲的巨大阴影底下。哇，特种部队老爸的压力，这听起来就很窒息。对啊，所以他迫切需要一个庞大的挑战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想证明他自己不仅仅是那个特种部队军人的儿子而已。所以这是一种向父亲，也是向自己证明的一种强烈渴望，甚至可能带有一点创伤后的补偿心理咯。没错。而且军队的训练，特别是伞兵那种极限训练，赋予了他一种异于常人的意志力。意志力？对，在军队的体能训练舱里面，他被植入了一种观念，就是痛苦不是阻碍，痛苦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你必须跨越的门槛。这等于是把痛苦合理化了诶。没错，甚至可以说是工具化了。
这种心理建设让他在面对原本预估12年，最后却变成28年的漫长岁月时，没有选择崩溃，而是把这一切当成一生的使命。不过他本来以为这种特种部队级别的心理素质足以应付路上的孤独，但他绝对没算到的是，大自然给他的第一份见面礼就差点直接要了他的命。哦，你说的是打练地堑那一段对吧？对，我们来看看美洲段的这个达连地堑。他花了几年时间从南美走到中美洲，遇到了这段位于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交界的地方。那里长达160公里，完全没有任何道路，全是原始丛林。打连地堑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区域之一了。那边不仅有饿肚子的鳄鱼、致命的毒蛇，更可怕的是，那里还是武装游击队和毒枭活跃的地带。哇塞，在那里人类根本完全不在食物链的顶端啊！绝对不是，而且他在那边还染上了丛林腐烂病。丛林腐烂病，这听起来超恶心的，那是怎样的病？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真菌和细菌混合感染，你的皮肤会一寸一寸烂掉，非常痛苦。天哪！而且更讽刺的是，资料上说，当他好不容易拖着这种烂掉的病体走出丛林，进入巴拿马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什么医疗救援哦。对，是当地的边防军。没错，他立刻被逮捕，直接在监狱里面被关了18天，就只因为他在丛林里面根本找不到地方拿合法的签证入境章，这真的太倒霉了。其实这还不是最狂的。时间来到2006年3月，他走到美洲的最北端，准备跨越白令海峡进入俄罗斯。接下来才是真正刺激的地方。没错，白令海峡的跨越绝对是现代探险史上的一个分水岭。那边根本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中那种一块平整，然后可以安稳在上面走路的冰城。对，资料里面形容那里的冰城像是大规模挤压的货运列车。大家想想看，那不是一片静止的溜冰场诶，那是几万吨的海冰，在强烈刺骨的狂风和洋流的推挤下，不断碎裂，然后重组。太夸张了！你跳到这块浮冰上，下一秒它可能就以极快的速度撞上另外一块冰。如果你没跳开，整个人就会像夹心饼干一样，直接被几百吨的冰块碾碎。不仅如此哦，他和一位法国的同行者必须在摄氏零下几十度的气温当中，穿着厚重的防寒衣，在这些移动的浮冰之间跳跃。万一冰层碎掉怎么办？如果冰层碎裂，他们就得直接游过那个刺骨的冰水，而且他们还得随身带着步枪。带步枪干嘛？防身吗？对，随时防范北极熊的猎杀。这是一场持续了14天的极限生存战，他们在冰上迂回走了150英里，最后终于跨越了这道天险，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结果呢？他们战胜了极地的严寒，战胜了移动的冰山，甚至战胜了北极熊。结果竟然一上岸，马上又被俄罗斯边防军给逮捕了。这真的太荒谬了吧！这是整趟探险最大的一个讽刺，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这趟旅程最大的反派，从残酷的大自然变成了无形却更致命的地缘政治与官僚体系。没错，这比北极熊还要可怕，好吗？你面对北极熊，至少还可以开枪把它吓跑，或者利用地形躲起来。对啊，但面对一个签证官盖下的一个拒绝入境印章，你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在21世纪，政客在纸上画出的无形界限，竟然比地球上最残酷的自然地貌还要难以跨越。说得太好了。如果我们把这跟宏观的国际格局连接起来看，你会发现，进入俄罗斯之后，他的旅程就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怎么说？是签证的问题吗？对，俄罗斯的签证规定，他每180天里面只能停留90天。你知道这在实务上意味着什么吗？这代表他完全无法有一口气走完，对吧？没错，时间一到，就算他当事人身处在西伯利亚的荒郊野外，他也得立刻找到最近的机场，赶紧飞离俄罗斯。哇，那等签证更新之后呢？等签证更新之后，他还得再飞回原本停下来的那个确切的 GPS 坐标，才能继续往下走。这完全破坏了他前进的节奏和士气。这样飞来飞去，超级烧钱的吧？极度消耗资金，而且更惨的是，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他的赞助商纷纷撤资了。哇，屋漏偏逢连夜雨。对，他突然没钱买机票往返俄罗斯，也没钱去支付那些昂贵的极地保暖装备了。大家想象一下他当时的处境，你银行账户快见底了，赞助商不接你电话，然后你被迫滞留，卡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墨西哥小镇。本来雄心壮志要征服世界，结果现在每天只能看着天花板发呆。对啊，过着拮据的生活，而且这一等就是好几年呢。换作是你，这时候是不是早就买张机票回家找份安稳工作，然后把这段经历当成酒桌上的吹牛资本就算了？一般人绝对会放弃，但他没有，对，他没有。他的执着真的超乎常人。然后最大的打击发生在2013年，又发生了什么事？俄罗斯当局因为他之前的某次边境违规记录，直接对他下达了长达5年的入境禁令。5年？对，对于一个发誓要画出不间断轨迹、不能绕路、不能搭车的人来说，这条路线等于是被彻底封死了。等一下，那我看到资料上说，他后来做了什么？他走到俄罗斯大使馆去抗议。没错，这听起来很热血了，但现实世界里，一个无名小卒在门口举个牌子抗议，俄罗斯政府怎么可能理他？这背后肯定有其他政治力量介入吧？你这怀疑很合理。单靠一个人在门口抗议，确实很难撼动整个国家机器。但他抗议的方式极具戏剧张力与新闻价值。他做了什么？他选择徒步3000英里，横跨整个美国，从西岸的洛杉矶一路走到东岸华盛顿特区的俄罗斯大使馆。哇塞，这真的是公关奇才耶！对，这个长达几个月的徒步抗议，为他累积了超级庞大的媒体关注度。最终就是在庞大的公众压力以及几位英国资深政治人物的直接斡旋之下，2014年，俄罗斯才终于破例撤销了他的禁令。所以他真的是用脚走出了一场公关战，这让人不佩服都不行。但好景不长，当他好不容易穿过俄罗斯，进入中亚之后，他又撞上了一底更高的墙。没错，时间来到了最近这几年，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升温，他无法取得伊朗的签证，同时因为战争的因素，他也不能再往北走回俄罗斯界道了。两边都不通，那怎么办？他的路线在地图上形成了一个绝对的死胡同，他被困在哈萨克，而西边就是浩瀚的里海。讲到里海，这里真的让我非常佩服他的变通能力。前面我们有说过，他的铁律是不使用交通工具，对吧？所以当陆路被封死，面对宽大将近300公里的里海，他选择了一个超疯狂的 B 计划——游泳横渡。对，游泳横渡。但等一下，资料上明明说他其实很不擅长游泳，甚至很讨厌游泳耶。横渡里海可不是去社区游泳池游个几趟就好，那是288公里耶。没错，他中途要在哪里睡觉？这到底怎么办到的？这就是这趟旅程最硬核的地方了。他其实并不是一口气游完的，那在物理上根本不可能。那他是怎么游的？在2024年底，他跟另一位女性探险家，还有亚塞拜然的国家游泳队员合作，后勤团队准备了一艘小型的支援船。他的作息变成这样：每天跳进冰冷的海水里面游2次，每次长达3个小时。游3个小时？对，游完之后，他必须被拉上那艘随着波浪剧烈摇晃的支援船，在严重的晕船和极度疲劳中，强迫自己进食睡觉，几个小时之后再跳入海中。这听起来简直像某种满清10大酷刑而且他们花了整整31天，总共游了132个小时，跨越了288公里。这毅力真的很惊人而且我还看到个超扯的细节，听说他们在水里为了确保安全，甚至用了狗狗的电极项圈来当做跟支援船只沟通的信号。对，这是真的，这求生欲真的点满了。这证明了他在死胡同当中依然有着重塑规则的强大适应力。确实如此，但当我们一直惊叹于这些物理上的跨越，还有这些惊人的生存数据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正视这27年来他所付出的无形代价。这是我们梳理这些资料时最引人思索的部分。So,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他战胜了里海，战胜了俄罗斯前整，但代价到底是什么？
我们常看到他在社群媒体上更新走到哪里了，底下留言一片惊叹。但镜头外呢？在生理上，他承受了无数的感染、骨折，还有极端气候的摧残。但更巨大的代价，也是他自己承认最难熬的，其实是心理上的剥夺。心理上的剥夺？他坦诚，最大的挑战根本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失去爱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可能在路上维持一段关系。”他放弃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而最令人揪心的是，他1998年出发的时候，他的儿子 Adam 才5岁而已。天哪，才5岁，这等于他是一个完全缺席的父亲诶。他错过了儿子上小学，错过了青春期叛逆，甚至可能连儿子成年礼都不在身边。是的，所以他在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里面，特别将这本书献给了他留在身后的儿子。这听起来好心酸呢。这是一种极度矛盾的情感，一方面是对个人极致目标的狂热追求，另一方面却是对家庭责任无可挽回的缺失。他把一生奉献给了一条线，却剪断了无数条牵绊。我们这些每天朝九晚五滑着手机看新闻的人，看到这里真的会有很多感触。这是一个男人抛下一切，在地球上走了27年的故事。但如果换个角度看，他的旅程好像也打破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固有认知。怎么说？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被24小时滚动负面新闻轰炸的时代嘛，打开荧幕，满眼都是战争、犯罪、欺诈和冲突。没错，现代的媒体环境很容易让我们带上一副恐惧滤镜来看待世界，认为外面充满了危险。但他用27年的亲身经历，用双脚丈量过无数个危险角落之后，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他说，世界上99.99%的人都是善良的。这是非常深刻的体悟。对啊，他回忆在秘鲁的时候，当地人自己都住在用纸箱搭成的简陋房子里，家徒四壁哦，却愿意热情地招待他这个满身泥泞的陌生外国人，还跟他分享家里仅有的一碗白饭。对，语言完全不通，他们就靠微笑和点头交流。当你用双脚去丈量世界，你感受到的温度跟在荧幕前看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跨越文化和国界的纯粹善意，才是他能坚持走下来的最大动力。没错，而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这位56岁的探险家现在终于来到了旅程的尾声。好了，那我们来更新一下他目前的最新进度吧。这位狂人现在到底走到哪了？根据我们手边最新的追踪资料，在横渡里海之后，他已经成功进入了欧洲，也就是进入了申根区。这意味着他终于摆脱了签证的噩梦。太好了！在2022年底到2026年初，他已经穿越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目前抵到了匈牙利和奥地利一带，距离他的家乡英国赫尔只剩下大约1000多英里的路程了。终于看到终点线了耶！他预计会在2026年的秋天，大约9月或10月的时候，走回他母亲的家门口。不过在那之前，他其实还有最后一个巨大的物理障碍要克服。对，英吉利海峡。没错，按照他的不搭车船铁律，他不能搭渡轮。他目前正积极向欧洲隧道公司申请，希望能获准徒步穿越海底隧道的维修通道。那是一个直径4.8公尺、平时严格管制的维修通道，但那里可是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重地啊！如果欧洲隧道公司基于安全理由拒绝他，那他怎么办？他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坚决。他直接说了，如果被拒绝，他的终极备案就是再次下水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又要游？对，虽然那里的海象比里海更险恶，水温更低，甚至有密集的航运船只，但他绝对不会妥协。哇，这真的是一个硬汉到底的故事。大家喜欢我们今天为你挖出的这些内幕吗？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27年的坚持震撼了你，或者你对他这种极端的选择有不一样的看法，请点个赞并订阅我们。我们未来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不可思议的真实故事解析。换作是你，有办法为了一个对自己的承诺，坚持走27年不放弃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其实这还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也是他在最近的访谈中不经意透露出的一种深层恐惧。什么恐惧？大家想想，他生命中整整一半的时间，这28年来的每一天，他醒来的唯一目的，他的整个世界观就是朝着家门前进。没错。但是当他在2022年某个秋天的下午，真的踏上家门口的台阶，推开那扇门，停下脚步的那一刻，那个支撑了他28年的人生唯一目标，将会在瞬间烟消云散。哇，这光是用想的就让人觉得窒息耶。这是非常震撼的心理冲击。对于一个一生都在行走，将前进视为唯一生存法则的人来说，抵达终点究竟是获得了最终的自由，还是彻底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真的，当你花了28年完成了一件史诗级的壮举之后，明天的太阳升起时，你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比跨越白令海峡的浮冰还要艰难得多。